美國跟以色列一直都被認為是血盟的兄弟，過去美國對以色列幾乎都是毫無保留的支持。但這一次伊朗要簽訂停戰風暴的時候呢，你會發現美國的態度不一樣了。川普對納坦雅胡明顯的非常的不以為然，非常的不耐煩，用非常強烈的字眼去譴責納坦雅胡，而負責談判的美國副總統凡斯更在國際場合裡面直接的指責以色列，就代表什麼？美國受不了了，美國不要再陷入這個風暴裡面，他要抽身。但問題是，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非離開不可？只是因為他國內的通膨嗎？只是因為他國內選舉的壓力呢？還是說這已經影響到了美國的國際戰略？而美國深陷在整個中東，甚別深陷在荷姆斯海峽的時候，會影響到他全球的布局，甚至影響到台灣，影響到台灣的安全。在影響台灣安全的狀況下，我們看到美國非要抽身不可。但問題是，美國抽得了身嗎？美國現在這個時刻，他想抽身，伊朗、以色列可以讓他離開嗎？所以要談到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又特別邀請了台大名譽教授明居正明老師來跟我們好好的聊一聊。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明老師，我们剛剛講，是從現在一些跡象來看的話，川普想要抽身的意願非常非常的強烈。等於說，他很少說我這麼強烈去指責以色列，然後甚至我用非常強烈的字眼去罵納坦雅胡，代表我想走了。可是這個走了，只是因為他內部通膨的壓力嗎？只是因為他其中選舉嗎？你說這樣子太小看川普了，太小看美國了。美國其實都是在下全球的一盤棋，而這一盤棋現在真的因為中東，因為我們看到荷姆斯海峽產生了變化嗎？那產生了它有一點左支右絀嗎？這已經影響到我們台灣嗎？那這樣子的關係，讓川普現在吃了秤砣鐵了心，非要從中東撤兵不可。你記不記得，就是川普不止一次這樣罵人，對不對？你記得川普上一次罵一個人的時候是什麼時候？罵誰？澤連斯基啊，對不對？那大家說，你看這傢伙這個不講道義，澤連斯基明明是被打了，他罵澤連斯基說你這麼自找麻煩什麼等等，然後他急着要從這個俄烏戰爭抽身出來。對。現在看起來還有急着從這個中東戰爭抽身出來，所以大家說他有商人性格，他要交易，然後他會出賣人家。太小看美國了，太小看美國了。我常講，我說我們台灣人呢，不能就是只從台灣看世界。台灣人從台灣看世界天經地義，但你不能只從台灣看世界，這我們講過很多次了。也就是我們要了解大國是怎麼下棋的，大國是怎麼去看這個全球的這個戰略，然後怎麼去布局，然後我們會處於什麼位置。大國把我們擺在這裡的時候，我們樂不樂意？然後我們要不要改變這個情況？所以我們那時候不是講過嗎？大國跟小國同盟或者合作的時候呢，大國這個小國呢怕大國出賣他，大國怕小國拖他下水。那現在好像就這樣，不過那個倒不一定是有意的哈，我們等一下慢慢講下去比較清楚了。所以這是第一個觀察。第二個觀察，那個時候我記得我來這邊，我第一次來你節目的時候，我們就談伊朗。哎呀，那時候我做了幾個觀察，我覺得好像他站得住腳。我現在來重複一下。來證明我是對的。第一呢，我說伊朗是波斯人，是一個文明古國，他有文明的驕傲，然後他有他們這個怎麼說呢，甚至有宗教的骄傲啊，這是第一個。第二呢，他是什葉派的大國，然後他又屬於什葉派裡面比較激進的一個宗派啊，這個我們都沒有改變。第三呢，因為這原因呢，他們伊朗呢，現在的伊朗呢，想要爭奪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他的對手呢，過去是埃及，然後現在是沙烏地什麼等等。然後他又想爭奪，不但想爭奪伊斯蘭世界霸權，他想爭奪區域霸權，也就是中東地區呢，我是最大，我是老大。那因為他盛產石油，他又想說借着石油呢，又爭奪石油這個產油國或產油組織的這個領導權，所以這些呢加起來就造就了一個很特別的國家，很特別的民族。那麼在這情況下，我不是講說你看國際秩序嗎？你要把自己擺在什麼位置上嗎？他恰好是認為現在的國際秩序對他是不利的。
伊朗覺得不利，伊朗覺得不利，所以他要挑戰他。像我們覺得說，美國安排這個秩序，我們還可以活得下去，然後活得還不錯。因為我們願意遵守大國的秩序，但伊朗不願意遵守大國秩序。或者這樣講，現在的大國只有一個，美國是美國。過去美蘇對抗的時候呢，由美國安排一套秩序，由蘇聯挑戰一套秩序，看你要跟哪一套。那現在是美國安排一套秩序，然後呢，俄羅斯、中共這些家伙呢在挑戰它，伊朗決定參加挑戰這邊。這樣講比較清楚。所以換句話說，每個國家大戰略，我一直講，每個國家大戰略呢，都是我觀察了國際局勢之後，然後看清楚了有哪些大國或大國集团的爭鬥，然後他們爭鬥的原因在哪裡，然後我贊成哪一邊。翻成我們的術語叫做你喜不喜歡現存的國際秩序或價值觀。好，那伊朗剛好是不喜歡的這個國家，所以他去挑戰。所以挑戰西方文明，挑戰美國、英國、歐洲這些國家，然後以色列呢，一方面是區域裡面我的敵手，二方面呢宗教又是敵手，三方面歷史上我們是敵手，所以把以色列當作地區敵人來說呢，可以有效的團結內部，然後動員內部，所以這整個這個伊朗的戰略呢是這樣出來的，所以簡單說就是挑戰現存國際秩序，甚至挑戰現存價值觀。好，那這第一個部分。那既然這樣的話，那我們就判定敵人跟朋友。敵人就是美國啦、以色列啦、歐洲國家，朋友是誰呢？挑戰這套秩序的國家，比如說俄羅斯啦、中共啦、北韓啦或委內瑞拉等等。好，這些國家。那既然這樣的話，那我怎麼做呢？第一，跟他們友善；第二呢，跟他們這個買武器啦、軍事合作啦什麼的，同時呢平行行動。你在這邊這樣做，我在這邊這樣，然後這樣做，然後目標是相同的。可能呢，你中共在這邊是對付台灣，對，俄羅斯在這邊對付烏克蘭，我這邊是對付以色列，但我們的目標相同。為什麼？分進合擊。我們挑戰國際秩序，目標是相同的，但我們做法因為我們敵人不一樣，所以我們這樣講，大家看到這個局勢比較明朗了。好。那既然這樣的話呢，那我伊朗怎麼做呢？過去我也跟這個伊拉克打過仗啊，打過8年，美國還幫伊拉克打我，因為1979年革命，然後我把美國搞成這樣子，然後跟美國斷交，說美國恨我，所以呢，我在對付美國的時候，我要對付以色列的。那這樣子呢，我原來的武器呢都是跟美國買的，对，買了幾十年。都是巴勒維那家伙買的，他們現在連 F14都還有。對，所以現在這個只好不行了，就我開始買俄國的武器。等到這10年20年，中共武器慢慢起來，我開始買中共武器。所以伊朗現在軍備是這樣來的，但是他們有2點厲害的地方。第一個就是他認為核子武器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核子武器。第二就是呢，大家看了俄烏戰爭，他發現無人機很重要，所以發展了這見證者 Shahid 這個無人機。結果在美國不知不覺情況下，他造了幾千架甚至上萬架飛機。對，那你拿來沒辦法。好，他就準備好了。好了，那這個光說我這樣打也不行啊，那怎麼辦呢？我要幫地區制造一些困難。所以這個以色列裡面有哈馬斯，那我幫哈馬斯；黎巴嫩裡面有真主黨，所以我幫真主黨。然後這也門裡面有這胡提組織，我幫胡提組織。然後伊拉克跟敘利亞裡面都有這個什葉派民兵，所以我幫什葉派民兵。所以基本上呢，伊朗在地區呢去搞這5個地方啊，真主黨啦、哈馬斯啦，然後胡提啦，什麼什葉派什麼民兵，所以它變成什麼呢？區域亂源，對不對？所以我們現在看棋就是要這樣，不是說只看一件事情，我們是要看它整個背後的動機。看完東西之後，看說那你怎麼落實這個東西？現在這樣看比較清楚了。好，那既然伊朗是這樣做的話，那美國要幹什麼呢？美國就要把它拔掉嘛，把它拔掉嘛，很簡單嘛。那如果中東要安定，石油的運輸要穩定，那就必須把伊朗拔掉。好，那我怎麼拔掉伊朗呢？我先看以色列怎麼幹。所以以色列就想我要對付這對付那。那剛好3年前，這個伊朗在背後支持哈馬斯突襲以色列，對，把以色列打了半死。以色列呢，當然很生氣，但也正中下懷。我要打你還師出無名，現在你來打我，我當然可以打你。這不只是納坦雅胡啊，任何一個以色列首相總理都會還手的，毫無疑問的。以色列總統我多說2句啊，以色列這些總統呢，或者說這個總理呢，很多都軍人出身的，納坦雅胡原來就是軍人出身的嘛，
然後這個市井傳說，有一次前後幾任總理呢在一起吃飯聊天，然後吃了飯喝咖啡之後，大家說你看。人家都說我們是屠夫，你是屠夫，你也是屠夫，你也是屠夫，我們都屠夫。大家指着納坦雅胡說你是屠夫中的屠夫。所以換句話說，這些人都是這個百戰出身的。然後不管是過去什麼下龍啊，什麼都是這樣的哈，什麼獨眼龍啊，這還這樣子講再準確點。我們先講說建國的這批人叫國父啊，對不對？啊，我們就叫孫中山叫國父，那美國叫 Founding Fathers，就是我們有一批國父。以色列一批國父，以色列一批國父很多是恐怖分子。是，為什麼叫恐怖分子呢？他們進行攻擊的時候會濫殺無辜，會殺到平民。所以這個人沒辦法，的確是如此。好，所以我們在講什麼呢？如果說伊朗它的這個整個布局是這樣子的，然後在這個區域裡面呢，它跟以色列這樣對幹，那麼美國把伊朗拔掉。那麼美國跟以色列關係又很好，就像你剛剛所說的，所以美國的戰略就是我依賴以色列，然後對抗地區這些問題，然後必要的時候我再來出手，這是整個大的棋局。這就為什麼所以以色列是美國的代理人，是，也是盟友，也是盟友。所以2月28號，去年6月，美國不就出手去炸了什麼納坦茲啊，炸了什麼伊斯法罕啊，炸了幾個地方嘛？那時候回來吹牛說都炸完了呢。現在發現還沒有炸完，但是牛已經吹了，然後頭已經洗下去了。好，那現在發現有機會，以色列跟他講說，哎，我們有個情報說那天2月28號那天他們要聚在一起開會，那情報很準確，你只要丟多少個炸彈，把你們全部炸平，人炸死了，那問題就解決了。那領導人全沒了，全沒了。那的確做到了，但是後面效果沒有發生，我們等會再解釋。所以我在說的就是，那我回到我這個最早的話題。我那時候話題就是說，他們當時看見伊朗是這個態勢，所以我美國拔掉伊朗，然後以色列呢也要把伊朗的，不要說除掉，至少打到呢你沒有還手之力。第一，你不能有核武；第二，你不能有長程飛彈跟無人機能力。那其他的都好辦，最好就是連神權政府都打掉。所以這是以色列的目標。那麼以色列把這目標跟美國講完，美國說研判以後說，哎，可行，所以我們來做。那麼這就是美以合作的由來。所以我們回到上次講，我說美國的戰略目標呢，上層目標就是，我把伊朗核能力拿掉，然後把伊朗神權政府打掉，然後呢，把這個伊朗支持這個中東的這幾個什麼游擊隊啊，什麼這個支持能力全部拿掉，那這樣中東就安定很多。這是它的上層目標。那如果做不到的話，那中層目標是什麼呢？你不能有核能力，然後這個神權政府讓你留到，然後這無人機呢這邊這個大概最好也不要有，然後再來什麼呢？你不能支持這個地方的這些游擊隊什麼的，這中層目標。那如果中層目標達不到呢，那就下層目標。下層目標就是打到你暫時沒有力氣再打了。那就行了。那我那時候就講，我說，川普當然不希望下層目標，川普當然希望上層目標。但我猜，那是我猜2月，就是我3月出來做節目的時候，我說，如果上層目標做不到，川普可以接受中層目標，但是他不一定願意接受下層目標。現在看起來，他懷疑中層目標可能做不到，所以可能被迫暫時接受下層目標。這是現在的情況。那這樣講，就比方說，我認為中東地區呢，情況還是不穩定的，也就將來還是不穩定。對川普來說，我現在必須停戰，所以停戰不是說擔心通膨啦，但不是擔心石油，我當然擔心石油，擔心通膨，擔心我啟動選舉，但那不是最大的問題。我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萬一在這個時候中共搞台灣，我怎麼辦？他真的有這個問題嗎？真的有這樣的危險嗎？有沒有危險是一回事，但大國計算一定要計算到。大國如果計算不到，萬一他去偷襲我怎麼辦？對不對？關羽不是這樣丟掉荊州的嗎？大意失荊州，大意失荊州嘛。你以為一路攻下去，然後把這個什麼秦於禁啊，這個斬龐德，你就很厲害了。就後面就家裡被人家端掉了。所以這個計算是一定要有的，憂慮一定要有的。我們再多講一句話。那時候劉備跑去打東吳，陸遜迎戰，
一路退了3-40天，就退到夷陵。為什麼？我安排戰場啊。好，然後之後啪一下把一股火呢，火燒連營700里，把劉備打敗了。東吳諸將呢，哇，軍心大悅，說我們乘勝追擊，然後去滅蜀。陸遜說別開玩笑了，咱們這條這裡，哇，眾將都憤憤不平，為什麼不打？現在是最好時間。那你沒看到曹丕下來了？曹丕軍隊已經下來，你們沒看見嗎？螳螂捕蟬。對嘛？那我們現在打的時候，曹丕就打老巢了，我們就完了。所以他這邊說，曹丕開始這家伙厲害。對，陸遜才30郎當歲，白面書生，沒人知道他是什麼人，就登壇拜大將，大家都嚇死了。換句話說，你如果看不懂全盤棋局的話，你就容易出問題。所以看川普呢，不能只看通膨，不能只看石油，不能只看其中選舉。他當然看這些東西，但絕對不止於此。所以你是說，現在核台加這個風暴，真的已經讓他在全球維持全球秩序裡面左支右絀了，特別是在台海的這一塊，因為他一再強調，他的武器是大量消耗。當你武器大量消耗的時候，他要來護衛台，當然不是說他現在沒有護衛台灣的這個所謂的能力，但是這個東西只要有一點的疑慮，對他來講都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為他看見消耗戰。還有一點就是他發現有大炮打蚊子。美國這些武器都非常昂貴的，你知道戰斧飛彈啊，他一天到晚就說啊，我打了49枚戰斧飛彈，我打了59枚戰斧飛彈。你知道戰斧飛彈一枚多少錢嗎？你知道嗎？幾百萬美金吧。100萬美金，那是過去的價錢。現在通貨膨脹可能都123。对，一枚飛彈就100多萬美金，台幣多少錢？就3000多萬。3000多萬，可將近4000萬一枚。我昨天晚上打了49枚，你說20億就這樣打掉了。對，你覺得哪一個國家經得起這樣打法？所以後來為什麼現在變成說便宜的軍火變得非常好，變得非常重要？就這樣。美國自己也發展，現在開始發展便宜軍火，然後剛剛講說戰斧飛彈啊，說一枚100萬，現在好像這個歐洲發明便宜的戰斧飛彈，射程沒那麼遠，戰斧是2500，歐洲發展這個號稱叫做便宜叫做什麼平民版戰斧，射程800公里，但是造價大概10萬美元不到，1/10，可能再低一點點，那就不一樣了。那如果說台灣也用便宜的價錢，或者說中共也用便宜的武器打的話，那大家吃不消的。所以你覺得消耗戰可怕不可怕？可怕。所以你說，原來川普這個動作不只是他國內問題，對，原來跟我們台灣也有關係。他全球一盤棋啊。全球一盤棋，當然他看台灣，他也怕說，那麼北韓競爭萬一發瘋打南韓怎麼辦？對，他要擔心這些事情。你作為國際警察來說，你要維持國際秩序，因為為什麼維持國際秩序呢？大家說川普說你去死算了。不會的，不會的，因為如果川普說你去死哦，大家就是說，那你也不管我不管，那大家就亂來了，那天下就大亂，那我們就真的看到第3次世界大戰，這他是絕對不能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失控不是國內，是國際一盤棋的失控。是的。那這個一盤棋的失控裡面，伊朗跟以色列的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對，我覺得伊朗這個國家，你剛才講，它是一個非常驕傲的神權組織。你之前曾經提過。它有悠久的歷史，那它有非常強大的這個文明，然後它在這個宗教上面有非常強的一個信仰。你就看到它在這一次談判的過程裡面，它完全不把美國當一回事，而且它有一種漫天喊價、就地還錢，甚至我到最後一秒鐘我還都可以翻桌子。這種談判跟我們過去在國際談判的想象跟不太一樣。那你怎麼來看待這伊朗在這個時候很有可能收嗎？現在這個局面在伊朗的部分，我要怎麼收拾嘞？我覺得伊朗現在會出爾反爾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內訌，兩邊你看他講話不一樣的。當然你可以說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我看不像，因為我們過去對伊朗的有過這樣觀察，我講個故事給你聽。法輪功學員呢，在那時候為了解救大陸這個法輪功的這些同修們呢，就發展出各種各樣的破網軟件。一個叫做自由門，一個叫無界，過去還有什麼花園啊什麼等等，反正有5個。後來被中共慢慢破解之後，剩下2個，一個叫自由門，一個叫無界，這2個非常厲害，所以運行了很多年，然後幫助大陸裡面法輪功同修幫了很大的忙。結果現在是2026，大概2021、22那幾年呢，我忘了準確年份，我回去給查一下。伊朗選舉。
然後這個大學生都出來啊，去遊行啊、示威，然後鼓浪嶼遊行啊，大家投了，然後最後呢，翻盤，失敗了。他們投給溫和派的改革派的票呢，全部不見了，然後全部变成保守派當選，所以大學生非常失望。他們就說他們做票，那最後怎麼把這事情傳出來呢？他們不曉得為什麼有一個伊朗大學生在網上亂轉，碰到自由門，他用了，這玩意兒蠻好用的，然後就到處傳，就伊朗學生哇就傳自由門。就用自由門把當時伊朗這個選舉舞弊的事全部往外傳到全世界都看到，所以後來逼到自由門出來講，他說不好意思啊，伊朗朋友們啊，我們知道你們的感受呢，但是呢，這個自由門是我們發展給中國人用的。伊朗學生說，憑什麼你們中國人才能用，我們伊朗人不能用？最後自由門沒辦法，他緊急調了別的力量來支援他，才勉強撐過去。他好像每天呢就被人家用幾百萬次。上千萬次還受不了，所以也就我們曉得，伊朗內部呢，想變天的力量是存在的。就為什麼我們上講說，變天的可能性我們不能排除。對，這也是川普期待的。對，這也是原來納坦雅胡跟這個摩薩德呢他們的計算，然後他們去說服川普，然後川普也認為是如此，所以這樣去做。好，那現在回到伊朗，那總而言之就是這個沒有成功，但伊朗呢，你說他上次來談判。我們不是說還上中下三策嗎？他上策就是停火，然後我存活下來，我保持政權，我還可以保持核武力，我還可以保持我的軍力，我這個我都要，這是我的上策。但你算曉得不太可能，你海軍被打掉了，空軍被打掉，然後人家一天到晚可以轟炸你。你現在固然得到了中共跟俄羅斯這些衛星什麼的支持，你打得比較準。然後呢，你也是給美國造成一定的殺傷，然後消耗了美國武力。但是如果美國真的不顧一切認真要打你的話，你曉得你是打不過的。所以伊朗裡面呢，這樣就是一個相對比較弱的政權，面對外界比較強勢壓力的時候，內部通常會分裂。內部不是團結，分裂。為什麼分裂呢？分裂兩派，一派主戰，一派主和，幾乎是這樣。宋人面對金兵南下的時候，也是一派主戰，一派主和，對不對？好，那現在也是這樣，所以伊朗也是一派主戰，一派主和。誰主戰呢？大家革命衛隊，他不但主戰，為什麼主戰呢？因為我看到商業利益在這裡，一旦就投降什麼等等或者主和的話，那我這樣可能要失權，我失掉權的話，我商業利益全都沒了，所以我也要商業利益，然後我要保住權利。我保住的就是我革命衛隊在伊朗內部的控制權。但溫和派不是啊，溫和派覺得說，如果現在不去跟美國談和，不去跟西方談和，那我們就全部完蛋了，所以我們去談和。溫和派也想借這個機會呢，把革命衛隊的力量削弱一點，或甚至整個推下去。所以雙方也借這件事情進行內部鬥爭。重點在內部鬥爭。重點在內部鬥爭。台灣不是也是一樣，對不對？所以就是面對外部壓力的時候，通常內部會分裂的。好，那所以伊朗的這個中程目標呢，就是我這個放棄核子武力，或暫時放棄核子武力，然後這個我暫時不支持這些旁邊這些游擊隊，但是呢，我保持政權，然後我最好能保持我的這個核能力或保持什麼東西，看能談多少算多少。所以我派了談判代表去，然後我翻桌子看看美國怎麼反應。你很強硬，好，我再來。你如果不強硬的話，那我就吃屎捏軟的。澤倫斯基玩過啊，對不對？我覺得過去大家就說，我們過去政治是吧，是理性的、優雅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談判就是沒有。我覺得現在這盤棋是狡詐、欺騙、威嚇，各種的這種手段都來了。哪一次不是呢？都是对不对？哪一次？在我們看来都是這樣。所以川普當然希望早點停戰，然後恢復供油，然後降低物價，我好好來選舉。我除了這之外，他注意俄烏戰爭怎麼樣啦，台海情勢怎麼樣，南北海怎麼樣，還有一點就是我的武器庫到底夠不夠用？因為我一直吹牛說我可以打2場半戰爭，那現在萬一真的哪邊再打一場什麼戰爭，或者說烏克蘭那邊再慘一點，我要再幫忙的話，我幫不幫得動？我當然希望歐洲去幫忙，但是歐洲看來指望不上的啦。歐洲的這個製造武器能力、工業能力現在很弱，現在只能靠我美國，美國也比較弱了。所以我不是講了嗎？所以我去找台灣、南韓跟日本合作嘛，因為他們工業能力比較強嘛。那現在我也沒辦法了，所以對他來說呢，他必須平衡這東西。
那你的開頭問題說美國能不能抽身要這樣說，能不能抽身呢？第一呢，要看我的排序，就是哪一件事情比較急，哪件事情比較不那麼急。第二就是我看代價，我抽身了之後呢，會不會被罵得很慘，罵到最後我期中選舉會大敗或者怎麼樣？因為我川普是很愛面子的，我不喜歡人家罵我哪怕人家給我一個不好的臉色看或者說他求我照相，我都想照相之類的那種。那麼也就是大國的這些計算跟川普這些計算呢，他們不太一樣。那麼伊朗呢，就要拿捏這個分寸。但現在的情況就是，再怎麼拿捏分寸呢，你內部的鬥爭跟內訌呢，看起來蠻嚴重的。你說他內部？對，伊朗內部。那如果伊朗內部的話，那這個局能夠收拾嗎？那伊朗如果這個東西它一直在所謂的變幻莫測，或者說一直在這個改變當中，那就這個協議就沒有辦法簽了。不能簽的話，這個中東的這個安全或者這個荷姆斯海峽，它就沒有穩定的一天了。應該這樣，就是說，可能最後伊朗內部決定說，我們還是暫停一下好了，就先簽好了。簽完之後呢，遵守到什麼程度，遵守多久，我們到時候再說。這還在變化當中，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那個時候，2017年底、18年，美國還跟中國打貿易戰，當時我們就講說，雙方最後一定會簽一個協定，但中共不會遵守，會簽，但中共不會遵守。當時大家都不相信，大家說怎麼可能？我說會的啦。我說中國從來沒有誠意沒有誠意要簽這個要簽的協定，但被逼的沒辦法就簽了。但簽完之後一定不會落實。第一，我沒有誠意落實；第二，我沒有能力落實，因為我沒有那麼多外匯存底來買。現在也是這樣子。所以苗你講一個非常有趣的是，在台灣很多人都覺得，我只要跟中國簽了一個協議，我就可以永保兩岸的和平。然後簽了一個和平協議，我們就兩岸不會有紛爭。可是你就要講，你從俄烏的戰爭，從這個伊朗的戰爭，在任何的戰爭都是打打談談，除非有一方面徹底被消滅，否則這種糾纏，這種協議是隨時可以撕破的，撕破是隨時可以再談的，所以一直在處於這種有趣的变化當中。國際政治不就是這樣的嗎？南北韓你覺得現在停戰了嗎？沒有，它只是停火而已啊。南北韓只是停火而已，還沒有停戰呢。是停戰，你要簽個和平協議或簽個停戰協議，它只是停火。是，所以那時候川普跟金正恩牽手跨過板門店的時候，我們感動得流眼淚。他這還得了？這種事情都會發生。所以那時候商界朋友不是傳一句話嗎？說這麼難約客戶你都約到了，你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講？有道理極了。所以你現在問我伊朗情勢還是我上次的判斷。第一就是最大的可能就是軍事獨裁鞏固下來了，這最大的可能性。然後次大的可能性，第二大可能性就是軍事獨裁呢鞏固不了，然後呢局面不能穩定，伊朗內部出現分裂跟動亂，甚至出現像內戰的情況，這第二種。第三種幾率比較小，就是人民起義，但我們不能排除這個，因為我們過去的確看過有很多渴望變遷、渴望西化的這些或渴望現代化的伊朗的年輕人。大家不要忘記，1979年以前，伊朗算是相當開放的，女生可以不用戴頭巾，可以上學，可以開車，可以幹什麼？今天不行了，因為回到神權統治了。所以曾經嘗過自由滋味的人呢，你要他回頭很困難。今天伊朗就是有這麼一批人。但伊朗同時有一批就是相對來說比較中下層的，但是比較接受神權政權，所以這是兩支力量在伊朗內部博弈，這就導致伊朗跟美國簽的這個協議呢不會很穩定的原因。那另外就是變數在納坦雅胡。對，你曾經講過一個非常有趣，說這個大國政治就國際政治，大國怕被小國拖下水，小國怕被大國出賣。對，那現在在這個狀況就是很明顯，美國被以色列拖下水，而且現在看起來納坦雅胡是完全不會放鬆，而且他講得非常的鐵，斬釘截鐵，絕對不能容忍伊朗擁有核子武器。而且我覺得納坦雅胡的態度是，即使跟美國翻臉，他都要幹到底。那如果這樣的話，就變成一個非常大的變數了。你記不記得澤連斯基在2月28號在白宮跟着川普翻臉的時候，他說什麼？我們要打下去啊，對不對？他為什麼這樣講？他如果馬上就簽字要回家，說明就上斷頭台了。對，你說他會被暗殺，他會被暗殺，會被這個揪下來，然後是群眾把他拖下台，然後拉到斷頭台去了。
所以對一個當權者來說，尤其他認為說他權力地位不是那麼鞏固的時候呢，他必須先鞏固自己。這不是我們講頭過身才過嘛？對，你頭都不過，別的就不要混了嘛。所以先把頭穩住。然後那時候我就說，澤連斯基最後回去會簽的了，然後川普想想也會簽的了，不就簽了嗎？簽完之後落實到什麼程度，落實多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簽出會簽的。好，那先回到納坦雅胡。大家現在看說啊，納坦雅胡把這個川普拖下水了。我剛講說也不完全是。我們必須看見一點，就是納坦雅胡的個人利益。大家說他現在怕下台之後，然後就面對司法審判，這當然是他的一個考慮，但絕對不是唯一的考慮。大家不要忘記，納坦雅胡是擺戰出來的，他有一個以色列的國家利益，所以一部分呢，納坦雅胡個人利益。一部分是以色列國家利益，但以色列國家利益有些跟納坦雅胡個人利益是不完全吻合的。我們必須看見這個。所以你看見這種差異之後呢，你再看見說中間那個點在會在什麼地方。我先把這個一些不太好的情況先分析一下。以色列內部裡面一定有人想推翻納坦雅胡，因為他想當總理，一定有這種人，對不對？可能不止一個。那斯凱爾不就下來了嗎？對不對？英國的這個首相不就下台了嗎？那上來會更好吗？不一定，好，所以我們先回到納坦雅胡。所以納坦雅胡曉得裡面很多人想推翻他，然後以色列很多人呢想推翻納坦雅胡。那推翻理由就是你仗打得不好。那你看伊朗你打輸了，到了現在最後那個人家要賠錢給伊朗，然後要開放，然後他甚至敢要收通信費，然後美國跟你也不一條心了，美國怎麼樣了？所以呢，以色列裡面也有以美論嘛，對不對？完全合理嘛？对，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我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